好东西，全部都是暑期档推荐的手机啊！是这份了，终于找到这份暑期档手机推荐手册了。上次老板说被人偷了，原来在这里啊！你干什么？全拿回去啊！不是还要做视频给绅士们看吗？直接放兜里带走不就好了？带箱子干嘛？对哦。搞定没？搞定了，搞定了。喂，我还没出来啊！我还没出来啊！等等我啊！还想走啊？喂，哼，这里苹果信号不好，我出去外面打。科技有温度，吐槽有风度，测评很鬼畜。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方的黑丝科技，我是思姐猫猫。暑假到了，各位朋友有没有打算换台新手机？打开购物软件刷了半天，仍然没选好，这次真的犯了难。没关系，思姐精选出几十款覆盖不同价位、适配多样场景、综合考量价格和配置的高性价比手机，或许能给大家提供参考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看从500到1万元有哪些比较推荐的手机吧。500元以下入选的手机有红米14C、魅蓝20和中兴远航40S。思姐比较推荐的是魅蓝20。魅蓝20的优点是机身背面素雅好看，Flyme系统好用且阉割少，使用国产紫光展锐 T765处理器，性能比骁龙680还要好，在500价位里算是比较能打的。而它的缺点是正面颜值反差太大，刘海屏的下巴宽得吓人，感觉把安卓3大金刚键集成到里面都不违和。不推荐红米14C的原因是联发科 G81 Ultra 实在太弱，最低画质和和平精英时不时能卡一下，性能不如魅蓝和中兴这两款手机，除非你看中的是售后。在性价比方面，500元以下魅蓝能买到6+128的配置，红米14C和中兴远航40S 都是4+128。到了这个价位，思姐恨不得把1块钱掰成2块钱花。魅蓝20的含金量是多了2G 内存，这点很重要，能让手机的流畅度提升半个档次。另外，相比中兴远航40S 还额外支持 XTF 卡，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该怎么选了吧？来到1000元附近的价位，手机的性能略有提高，日常使用基本流畅，也能玩王者或者低画质吃鸡了。思姐觉得这个价位里性能还是很重要的。性能手机这边入选的有 iQOO Z9 和红米 Note 13 Pro。iQOO Z9 主打性能和游戏，用的是骁龙7 Gen 3处理器，1000出头的价位里性能还行，6000毫安时电池加80瓦快充加144赫兹高刷 OLED 屏幕，为电竞而生。拍照方面略微逊色。5000万像素单摄以及相对简单的算法，让手机不容易拍出好照片。不过这个价位的手机拍照水一点，完全可以接受。它的价格从1600降到1100多，比新出的1000元机性能好，而且支持红外 NFC 功能，性价比还不错。红米 Note 13 Pro 的优点是外围配置更完善，给到了红外 NFC、IP54 防水、67瓦快充、2亿像素主摄加超广角、窄边框 OLED 屏幕等配置很齐全。2亿像素主摄裁切一下可以当长焦用，是低价位手机里比较均衡的选择。手机缺点是5100毫安时电池比较小，骁龙7S Gen 2的性能不是很强。2000元左右，大家可以买到上代旧旗舰处理器的手机了，连带内存和储存的性能也明显上了一个台阶。畅玩各种手游，很多手机都配备了超声波指纹和 IP68防尘防水，是比较甜点的手机价格。思姐推荐的手机有 iQOO Z9 Turbo 加、红米 K80、真我 Neo 7 Turbo、一加 A13 Pro。iQOO Z9 Turbo 加搭载天玑9300 Plus 旧旗舰芯片和6400毫安时大电池，其他方面中规中矩，但是它的价格很便宜，12+256只要1500左右。红米 K80的外围配置比较高，有 2K 屏、金属边框、玻璃后盖、6550毫安时大电池和超声波指纹传感器，质感好一些，支持 IP68，比较全面均衡，但价格只比 iQOO Z9 Turbo 加贵一点。真我 Neo 7 Turbo 的优点是绿场快充，电池很巨大，来到7200毫安时，充电功率从80瓦提升到100瓦。另外还有屏幕边框窄，激发亮度高，支持 IP68的优势，适合对续航有要求、经常外出的朋友。Neo 7 Turbo 搭载新出的次旗舰天玑9041处理器，
性能比天玑93 Plus、骁龙8 Gen 3好一点，算是有几个鲜明卖点，其他方面也不弱的手机。一加这边，四姐在 S3 Pro 和 S5 之间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推荐一加 S3 Pro。两台手机的性能差不多，都是8 Gen 3处理器，前者充电快，后者电池容量大，但一加 S3 Pro 的机身质感更像高端旗舰机一些，而且价格便宜几百块，还有陶瓷后盖版本可以选，所以四姐就推荐 S3 Pro 啦。以上这4台手机各有卖点或者价格便宜，四姐都推荐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。2000元到3000元的区间，首选还是骁龙8至尊版和天玑9400的手机，它们不但性能更强，也更省电，续航表现比天玑93、骁龙8 Gen 3的手机要好一些。其中骁龙8至尊版的性能会比天玑9400更好，是目前妥妥的顶级处理器。如果你的预算没那么拘谨，那么也可以选择在这个价位的手机里加钱上16G 内存、512或1T 储存的版本，性价比也不错。那么这个区间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手机呢？入选推荐的有真我 GT7 Pro、红米 K80 Pro、iQOO Neo 10 Pro、一加 S5 Pro。真我 GT7 Pro 是一款默默无闻的堆料狂魔，它搭载了骁龙8至尊版，游戏性能丝滑流畅，定制的三星 1.5K 一口万元级好屏，屏幕峰值亮度高，但又很省电，户外使用实际激发亮度也很高，夏季阳光下也能清晰可见。电池6500毫安时，容量不算低了，支持120瓦快充，多家媒体续航榜单霸榜，是现在难得的续航组合，大电池加快充比较均衡。相机方面三摄齐全，长焦还是潜望长焦，同档唯一长焦，在这个价格段的性能旗舰机里面比较罕见。其他方面 IP69、IP68 防尘防水，超声波指纹，玻璃加金属旗舰质感，火星探索设计很科幻和年轻，用料和配置很有诚意，价格也非常香。真我 GT7 Pro 全网最低价，叠加优惠后干到2899起。真我 GT7 Pro 竞速版竟然可以做到24659就可以入手，可以说是目前比较值得入手的选择。红米 K80 Pro 和真我 GT7 Pro 差不多，这个价格里该给的配置都有了，浮动长焦的微距能力出色，机身稍微轻便一些，就是6000毫安时电池容量中规中矩，不过12加512G 降价到2500块左右，性价比凸显。iQOO Neo 10 Pro 使用天玑9400处理器，性能稍弱于骁龙8E，屏幕是1260P 分辨率，不如前两台手机，没有长焦镜头，边框是塑料 ，IP54 防尘防水是上个版本的玩法，幸好这台手机舍得降价。一加 S5 Pro 曾经是性价比的神，其他骁龙8至尊版手机还在3000多价位厮杀的时候，他居然觉得国服还不够给力，厂家继续降价，把手机压到2500多元。但现在嘛，价格升回去了，配置中规中矩，性价比一般。如果你喜欢一加相对开放的系统，那么可以入手。接下来穿插一个小屏旗舰手机特别篇，四姐按时间顺序列出来，分别是 iPhone 16和16 Pro、vivo X200 Pro Mini、小米15、OPPO Find X8s 和一加13T。苹果阵营很好选，有钱上 Pro， 主要提升点是高刷屏和拍照多了长焦，想要极致轻便就买标准版。安卓这边一加13T 的配置不是很旗舰，拍照能力存在短板，但机身均热能力和电池容量是同级别里较强的，只是很遗憾，小尺寸先天吃亏，跟大屏手机比还是比不过。如果你看中续航和小屏，那么可以考虑一加13T，但四姐觉得一加13T有降价空间。OPPO Find X8是相机模组里最不凸起的安卓小屏旗舰，正面边框极窄，有不错的精致感，其他方面均衡。短板是摄像头布局不如一加13T或者小米15一样放边角位置，另外导致潜望长焦最新对焦距离不够近。vivo X200 Pro Mini 的卖点是拍照，冲着小米15来的，有素质还可以的潜望长焦和大底主摄，拍照比其他几台小屏手机要好，但是较为凸起的大屏后置造型对手感来说是不利的，售价也比其他手机贵几百，特别看重拍照就这款。小米15依然是经典的小屏旗舰标杆，搭载超声波指纹，没什么短板，白天拍照还不错，最近价格也降下来了，如果你不介意澎湃 OS， 它依然值得推荐。4000元左右的手机基本是各家的大杯选手啦。四姐比较推荐的是 vivo X200 Pro 和小米15 Pro， 我就一起说啦。vivo X200 Pro 和小米15 Pro 是两种风格的手机，前者是中上的屏幕加较好的相机硬件加浓艳的成像风格，后者是较好的屏幕加一般的相机硬件加克制的成像风格。如果你喜欢鲜明的照片风格，那可以选 vivo X200 Pro， 那颗2亿像素长焦依然是顶级手机长焦，手机的短板是外放音质一般般，对不起这个价位，希望下一代能改进。
进吧。小米15 Pro 和小米15有点像苹果的风格，就是新机没什么亮点和突破，但会稳扎稳打，比上一代有进步。2K 屏和较小的相机模组是优势。如果你追求均衡、轻薄、手感好的使用感受，那就选小米15 Pro 吧。其他手机方面，同价位冷门的1加13也还行，因为价格便宜，就是扬声器有待加强。OPPO Find X8 Pro 是一台接近超大杯 Ultra 的手机，但比之前提到的3台手机贵了1000多元，实在太贵，略过。除非你在某些平台花4000出头买到，那也可以考虑。荣耀 GT Pro 是一台续航、性能、外放都挺不错的手机。各家超大杯手机里面，四姐都比较推荐，因为它们确实各有特色。拍照是主打卖点，也是主要的差异化卖点，因为其他方面都大差不差啦。vivo X200 Ultra 的优势是3颗摄像头各有特色，超广角是大底广角，主摄是等效35毫米的焦段，长焦是2亿像素大光圈大底主摄，都能独挡一面。小米15 Ultra 的优点是后置4摄，焦段更加齐全，有1英寸主摄加持，浮动长焦有好看的圆形焦外光斑，也有2亿像素大底潜望，成像风格 AI 痕迹少，更接近相机表现。机身宽度窄，相对好握持，短板是电池容量少一点，超广角和马达因为塞进摄像头而缩水。OPPO Find X8 Ultra 有后置4摄，但摄像头凸起很小，手感不错，拍照也挺好的，是一台更适合日常使用的超大杯手机。希望 OPPO 直起腰板吧，高端用户可不喜欢自己的手机叫欧凤。如果你特别喜欢华为手机或鸿蒙系统，那么可以看看这里。目前主流在售的高端华为手机有 Mate 70系列、Pro 70系列和 Pro 80系列。由于被骁龙888拷打过一段时间，四姐更推荐性能和能效更好的麒麟9020处理器，比如 Mate 70系列和 Pro 80系列的 Pro 以及以上的版本手机。内存方面，华为这边一般是 Pro 版本有12G 内存 ，Pro 加及以上有16G 内存，但价格贵1000多，有点伤钱包，大家权衡一下。四姐比较推荐的是 Mate 70 Pro 和 Mate 70 Pro 加这2台手机，它们搭载了麒麟9020处理器，性能跟最新发布的 Pro 80系列是一样的，有先进的人脸解锁。其中 Mate 70 Pro 加的相机硬件不差的，加上拍照算法成熟稳定，拍照实力不逊于 Pro 80系列。另外，进一步可以升级鸿蒙5，退一步也可以用鸿蒙4，灵活很多。至于 Pro 80系列，四姐觉得还有降价空间，先别急，晚点买，说不定又能省下一笔钱。另外 Pro 80系列出厂搭载鸿蒙5且不能降级，如果你有备用机，而且喜欢 Pro 80系列的录像能力，那也可以考虑。有一个特别版本是 Mate 70 Pro 优享版，它们的处理器是麒麟9020的降频版，性能会差一些。如果优享版比 Mate 70 Pro 便宜500块，那就可以入手。四姐还有几份特别推荐，专门为有特别要求的朋友准备。首先是好音质手机推荐，在刷视频或者手机听书等场景，高音甜、低音沉的手机就很给力了。那么市面上扬声器比较好的手机有哪些呢？荣耀 Magic 7、Magic 7 Pro 和 GT Pro 3兄弟，热得米 K80 至尊版、iPhone 16 Pro Max 和 iPhone 16 Plus 以及华为 Mate 70 RS， 感觉不难选啊，大家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喜欢哪个品牌去做选择就可以啦。其中同样是双1216扬声器，因为音箱设计不同，Magic 7 Pro 的音质比 Magic 7标准版好一些。Redmi K80 至尊版使用双1115同轴扬声器，声音的细腻程度比1216好一些，但低音下潜稍逊于双1216。iPhone 16 Pro Max 和 iPhone 16强在调教出色，兼顾听感和还原，外放一直在中上水平。接下来是比较小众的真全面屏手机推荐，目前努比亚还在苦苦支撑，自己就推荐2款吧。第一款是努比亚红魔10 Pro， 这是一台带风扇散热、偏游戏定位的游戏旗舰手机，真全面屏搭载风扇主动散热，是这款游戏手机的杀手锏。第二款是努比亚 Z70 Ultra， 这是一台偏日常使用的高端水桶手机，主摄等效35毫米，支持可变光圈，拍照不顶尖但真实 ，AI 绘画算法少，就是相对冷门。LCD 屏有全 DC 调光、无频闪的优点，但比较可惜的是，目前只有入门手机搭载 LCD 屏幕，在压缩成本的大背景下，这些入门级 LCD 屏的显示效果并不出彩。四姐推荐的是 iQOO Z10X 和荣耀 X60， 这2台手机都是 1080p 120赫兹规格的 LCD 屏幕，前者亮度高，后者边框窄，但手机的性能都比较一般。另外，顶级的 LCD 屏可以看 iPhone 11和 iPhone 8 Plus， 但它们的性能已经跟不上时代，淘二手的话需要注意屏幕老化以及非原装屏的问题。
以上就是4姐比较推荐的手机啦。电商平台的价格随时有变化，如果发现价格比视频中提到价格高了不少，而且还没有券，那就考虑附近价位的手机，或者先缓一缓再入手。如果你拿不定主意选哪台手机，4姐建议各位朋友在下单前去线下门店上手感受一番，毕竟质感、手感、系统 UI 这方面大家要求都不一样。也可以把需求和预算放评论区，或者有热心的基友帮你推荐合适的手机。祝大家都能选到那款让你用着舒心、用着省心的高性价比手机。好啦，本期暑期手机推荐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区留言讨论。卑微4姐在线求点赞、求关注、求转发，谢谢各位绅士能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